有人说基隆级数量不多，一旦开战就是一艘活靶子。也有人说基隆级老了，腿脚赶不上新一代的驱逐舰。然而更多的人对此说法予以持否定，他们认为抛开几个军事大国，基隆级开出东亚照样也是地方一霸。对于上面的这几种说法，到底哪种更准确呢？今天火力军带大家一探究竟。基隆级驱逐舰早期是美国为伊朗巴列维王朝建造的，由于当时伊朗的政局变动，所以这4艘驱逐舰呢就被留在了美国海军，并以基德级命名，分别在1981年到1982年之间服役。在上世纪80以及90年代，基德级驱逐舰可以说是天花板的存在级别了。当时基德级属于宙斯盾舰服役前最强的美国水面作战舰艇，舰体侧舷的重要部位都增设有凯夫拉或铝制装甲。火力方面，装备2门 Mk45 127毫米舰炮，2座 Mk15 密集阵近防系统，2座3连 Mk32 鱼雷发射架，2座 Mk26 双臂导弹发射架，用于发射 SM-2 防空导弹，舰为2架直升机，用于反潜。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又对基德级进行了大规模改装工程 NTO， 意思是威胁性能提升。此次改动后，基德级的各型雷达以及电子战系统作战性能都较之前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第一艘加入台湾的基德级被命名为基隆号，舷号1801，这一级也被定义为了基隆级。后面的3艘分别为苏澳号，舷号1802，左营号，舷号1803，马公号，舷号1805。4艘驱逐舰分别于2005年和2006年加入现役，属于台湾水面舰艇大哥大的级别。加上今年水下的海鲲级潜艇，台湾海军现役军舰共有92艘，包括5艘潜艇、4艘驱逐舰、22艘巡防舰、2艘护卫舰、10艘水雷、反水雷作战舰、42艘近海巡逻舰和7艘两栖登陆舰。在2023年世界现代军事战舰名录评比中，台湾虽然位居第12名，但是4驱22护加5艘潜艇的规模已经超越了排在第18名的德国和第23名的加拿大。这说明台湾海军这些年的战力提升是非常明显的。这项评比涵盖了世界36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军，评估内容不仅包括各海军的整体战力，也包括现代化、后勤支援、攻击和防御能力等等因素。换句话来说，就是评比的不仅是战舰和潜艇的数量，还有军舰的品质、混合编组、作战经验等等。作为全球最权威的战舰名录，台湾海军能达到12名的位置，跟基隆级这4艘大哥大有着直接的关系。可能很多人说基隆级是旧的，是二手货，火力军对此并不认同。原因很简单，美军的现役军备当中有至少1/3甚至更多的装备服役了40年以上，像 B-52 轰炸机已经服役了70年之久。尽管如此，美军近期会对其进行又一轮修缮和升级，计划还要让这架老飞机再服役30年左右。难道我们能说 B-52 是老古董，美军的战力不强吗？显然是不能的。回头看基隆级也是一样，如果从头到尾这艘驱逐舰都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配置，那确实是老古董。而现实是，无论在美国人手里的基德级还是台湾的基隆级，升级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一直都可以保持着相当可观的战力。在抵达台湾之前，美国对这4艘驱逐舰已经进行了新一轮的修缮，把舰载雷达换成了当时最先进的 AN/SPS-48E 型对空搜索雷达，防空导弹由原本的标准1换成了标准2，还安装了2座4联装鱼叉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到了台湾后，2008年雄风3反舰导弹又替换了鱼叉。整体而言，这4艘基隆级驱逐舰虽然身子骨比较老，但是内核一点也不比新型舰艇弱。简单看一下参数，基隆级长172米，宽17米，桅高45米，吃水10米，满载排水量9783吨，最大航速33节，动力为4台通用 LM2500-30型燃气轮机，可输出马力96000匹，最大续航6000海里。
基隆级舰体采用长手楼船型，首尾各装备一门 Mk45 127毫米主炮。这种火炮主要执行的是中远程任务，包括阻击水面舰艇、中距离防空等。最大射程分别为23公里和15公里，射速20发每分。在前主炮后侧和直升机甲板的位置，还有2座 Mk26 双臂导弹发射架，射速每10秒4发，配备射程157公里的标准 SM-2 Block 3A 防空导弹。该弹具有中段惯性制导加指令修正以及末端半主动雷达导引的能力。导弹会先按最佳的路线飞往预设的拦截点，在命中前，火控雷达会对目标进行几秒钟的照射，以此来判断拦截路线是否需要修改。基隆级配有3座火控雷达，最多可同时导引20枚标准 SM-2 导弹，拦截多个中高空目标，且火力持续性很强。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基隆级的战斗系统。先进战斗指挥系统 ACDS Block 1是一种半分散式的战斗系统，简单理解就是将早先的海军战术系统软件重写后，和32位元的 UIK-43 主机进行重新整合，最后所形成的一套海军战术资料链。半分散式的战斗系统提升后的战术资料系统能在500公里内侦测、识别、追踪256个目标，其中128个目标可由舰上的感测系统搜寻，另外128个目标则接收自数据资料链的资讯。对比宙斯盾最早只有128个目标的追踪处理能量，基隆级的 ACDS 并不逊色。武器制导系统上，早期的前基隆级采用 Mk13 武器制导系统，具有追踪10个目标的记忆容量，但是经过 NTO 工程的升级之后， Mk14 武器制导系统包括了2个16位元计算机，2至3座的 0J194V 操纵台，控制一组包括2座追踪雷达在内的导弹发射器，追踪目标的记忆容量升级为20个以上。Mk74 由武器指挥系统指定，是一个专门为侦获、追踪及对目标照明而设计的导弹火控系统，连同导弹处理及发射系统一起管制。导弹发射后，由 Mk74 监视并控制飞行中的导弹，直到成功拦截目标为止。这套系统的组成包括2座 SPG-51D 追踪连续波照明雷达，一部 Mk5 低亮度电视照相机与一部指挥仪控制计算机。雷达使用一个不装在天线座内的脉冲追踪发射器，可提供较先前使用的 SPG-51C 雷达更大的发射功率以及跳频能力。如果目标采用干扰手段，使用速率协助追踪，也可以大致推测出目标的方位和距离。此外，该系统还可以透过 WDS Mk14 与基隆级驱逐舰上的 Mk86 舰炮火控系统界面连接，形成一个备用的追踪与目标照明频道。Mk86 舰炮系统既可以对目标进行追踪，也可以指挥 SPG-51D 同步作业。该系统使用的 UIK-7 计算机可追踪120个目标。就实用目的而言， Mk86 可以同时应对水面与空中目标各一个，或是2个水面目标。同时，它还可以通过 Mk14 从 RNTDS 或 Mk74 系统获取目标资料，具有水面射击、对空作战、对舰导弹反制、视线内水面射击等多种模式。水面射击时， TWS 会同时追踪数个指派的目标，借由雷达资料所计算的弹道进行射击。对空作战时，计算机会自动控制雷达搜索，进行空中目标的获取与追踪。反制导弹的时候， TWS 侦搜闸会充分延伸至360度进行重点方位涵盖，所有通过侦搜闸内的目标都会被系统自动的追踪，目标侦测后便自动执行威胁评估，包括武器指派、频道指派、指挥仪及武器摄像调整，以及3维雷达追踪等等，这些都能在同一时间完成。Mk116 穆德2数位火控系统是基隆级应对水下目标的关键。Mk116 与舰载感测器 SQS-53D 低频声呐以及 NTDS 战斗指挥系统链接，整个系统架构包括数位式火控开关、SQS-53声呐、反潜作战军官操控台、计算机处理子系统、武器控制与舰上的战斗指挥系统相连。因此，
火控系统在执行反潜作业时，可以直接导入舰体以外的非侦测资料，同时也可以由反潜控制台人工输入目标资料，最多能同时攻击2个水下目标。从以上这些配置来看，基隆级完全就是美军时期基德级驱逐舰的升级加强版。除了舰体是上个世纪，像火控、雷达、指挥系统这些都能达到世界战舰的一流配置。基隆级驱逐舰排水量近10000吨，几乎可以称之为战舰了。本身它的抗击打能力就强，还携带有大量导弹，从标准防空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都有。4艘基隆级可以装载336枚标准防空导弹，或者是鱼叉反舰导弹。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基隆级具有优秀的执行多重任务的能力。这一特点无疑会大幅度提升台湾海军的海面以及对空防御空间。2023年的军舰排名就是对基隆级综合能力最好的证明。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人说基隆级是上世纪的老古董，那么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反驳，因为年龄大、战力强，这个看似矛盾的评价不仅没有贬低的味道，反而还是一种无形的肯定。最起码以美国军备目前的情况来看，真的是越新越猥琐，越老越生猛啊！